我曾是京市最自信张扬的豪门少爷，几张私密照爆出，我成了人人讥笑的丧家犬，被亲生父亲送进戒童所，被所有人钉上耻辱柱。可后来，富家少爷拖着一根10米长的锁链，眉眼阴鸷。你可以恨我，但不能离开我。离开戒童所的这天，我坐在父亲的车里，侧头看着车窗，扯着嘴角苦涩一笑。曾经自信张扬的骆家小少爷，如今被折磨成这副样子，死气沉沉，削瘦苍白，全无从前的金贵气质。坐在前排的父亲满眼透着厌弃，装什么可怜？一家心理治疗所能要了你的命？旁边坐着的妹妹更是挪远了位置，直接砸来一个易拉罐，都怪你！同学们都说我是变态的妹妹，你真恶心！我横空截下易拉罐，面无表情地扔进垃圾袋。没话说可以闭嘴，嫌弃我就让我下车。父亲怒得猛踩油门。骆景晨，2年了你还敢摆架子？你个扫把星！我们骆家如今沦落成这样，全都怪你！我双手环抱不以为意，没办法，我天生就是弯的。就算你灌了我3年中药，又把我扔所里2年，不都没啥用吗？父亲还是一边开车一边怒骂，可我只当耳旁风。直到下车的时候，我才一瞬僵硬。身后传来妹妹尖锐的声音：“爸，你要记得把这车洗洗，脏死了。”而眼前居然是 Carnival， 父爷从前最爱的酒吧。毫无疑问的，父爷在里面。我垂下眼眸，转身要走，父亲却一脚踢向我膝盖：“滚进去！父爷点名道姓要见你。”现在的父爷，没人敢说一个不字。我毫无选择，只能不服气的干捏拳。进了包厢，刚一抬眼，迎面就对上父爷，曾经日日夜夜陪伴了我1年的男人。2年不见，父爷变得沉稳冷漠，浑身气势凌厉。如今人人皆知，父爷将来会接手整个傅氏集团，成为贵不可言的傅氏总裁。我合上眼，内心说不出滋味。这人谁啊？跟死了3天的厉鬼一个样，轰出去会气死了。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这可是骆家小少爷，以前天天缠着我们傅哥，都关戒童所2年了，还没死心呢。什么骆家少爷？骆家现在给我们擦鞋都不配，他早就没有从前不可一世当少爷的资本了。高端酒吧里还是以前那些熟悉的面孔，他们所有人都在看我笑话。换以前，我会让他们跪在地上磕头求饶，可现在，我的确不再是从前那个高高在上的骆家少爷了。我已经没有跟他们叫板的资格了。我淡漠地扫了他们一眼，最后看向簇拥在人群中心的傅爷，叫我来，有事吗？骆景晨，我要结婚了。傅爷的声音传来，听不出悲喜。我的内心毫无波动。那恭喜啊，祝你们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我早就听说了，傅爷要娶沈家千金，豪门联姻，强强联合。傅爷的脸隐在缭绕的烟雾中，看不清神色。骆景晨，你就这么期望我和女人结婚吗？你的心里从来没有在乎过我吗？我沉默不答。傅爷眉头紧皱，脸色难看。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哦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酒吧，却没在外面找到父亲的人影。他又把我扔了。今世已是深冬，骆家自落败后，市中心的几套别墅全卖了出去，如今只住得起郊区的普通楼房。回家的路途少说也有10公里，我别无选择，只得徒步走回去。我裹紧身上单薄的外套，缩着脖子钻进风雪中。一路上，傅爷那句“我要结婚了”响在脑海。说实话，我并不难过，只是有点感慨。3年前，我的一堆照片被发进京市豪门圈子里不少人的邮箱，我一朝跌入泥潭。原本如日中天的骆家也受到牵连，地位、商业一落千丈。父亲把这一切全都怪罪在我头上，把我扫地出门。无论我躲到哪里，总有人能找到我。他们一人一口唾沫，能把我淹死。啧，想不到啊，高贵的骆小少爷私底下是这样的。不知道在这京圈里有多少人的邮箱里收到过那些照片，真丢人啊！他咋还有脸活下去？这些话折磨得我精神崩溃，抑郁的每日自残流泪。自己的那种照片在圈子里传开，那种被所有人一看到底的感觉，让我连抬头看人的勇气都没有。我是真想过一了百了的，但傅爷没放弃我。在我差点冻死在街头的时候，是傅爷把我捡了回去。他把我带到了一个安全的房子，日日夜夜陪着我，安慰我。每次发病的时候，我的双眸空洞又漆黑，握着水果刀自我伤害，却浑然不觉痛。只有傅爷会控制住我的手。骆景晨，你听着，你不可以伤害自己。傅爷曾无数次抱着我颤抖的身体，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安抚我，忘掉那些，我会陪着你。当我安静下来，迷迷糊糊睡去时，还能感受到额头上轻微的温润触感，以及傅爷温柔的低语。骆景晨，其实我早就喜欢上你了，可惜你先选择的不是我。傅爷就这样陪了我整整1年，没有他，我或许已经死了。只可惜我能回应他的只有一句点到为止的谢谢。直到有一天，傅爷对我说：“景晨，今天我要去见一个人，也许会很晚回来，你早点睡。”我点了点头，傅爷双眸突然有些悲凉：“你就不问问我要见谁吗？你就这么不在乎我吗？如果我说我要去见沈瑶，你也要放我走吗？”我自然听得出傅爷话里患得患失的试探，可我真的不能回应他。喜欢这种事没办法作假。我望着他，抱歉，傅爷。也就是在这一天，傅爷走后，1年未见的父亲突然找到我：“你个贱货，还有脸给傅家的人当金丝雀呢？我骆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丢人的孽种？”我被父亲毒打一通，扔进了戒童所。洗脑的训诫和可怕的电击再次击溃我的精神和身体。我心如死灰地待在戒童所，浑浑噩噩熬过了2年。走回家后已是晚上，我推开房间，床板上光秃秃的一片。我拦下是我不见的父亲：“没被子，今晚想冷死我？”父亲一脸冷漠：“自己去买，骆家没闲钱给你准备这些。”我摸了摸兜里，叹气一声，无奈地进了房间。晚上很冷，冷得我发抖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浑身开始痛，肌肉、骨头处处刺痛，连脑子都有些混乱。我知道这是长期电击留下的后遗症。我紧紧抱着自己的身体，眼前仿佛又出现了那群把我摁在电击床上的凶神恶煞的人，眼里恐惧的只剩一片空洞。我从床上滚了下来，嘴里哆哆嗦嗦：“不要，放过我，求你们，
我知道错了。不知什么时候，门忽然被暴躁的推开，妹妹皱着眉大吼：“骆景晨，你在发什么疯？”接着，妹妹不耐烦地扔了一张毛毯在我身上：“别死家里，晦气！”第二天醒来，我毫无征兆地呕吐了，眼睛看东西也有些模糊。我意识到应该是后遗症加重了，我想去医院，可我没钱。我的目光落在手腕上的银镯上，想着也许能卖一点钱。可当我真正站在柜姐面前时，却犹豫了。先生，请问要置换什么？我摩挲着银镯上的6个字母缩写，往日的记忆重现，竟有一丝舍不得。最后，我取下了脖子上的平安锁，颤抖着递到柜姐面前：“卖这个吧。”平安锁是出生时妈妈送的，我从小戴到大。小时候，妈妈经常念叨：“小景乖哦，千万不要取下来哦，取了就保不了平安喽。”妈妈去世后，我更将它视为珍宝。可现在都没钱治病了，就别奢望平安了。先生，出价5万，可以吗？我撑在玻璃橱柜上，极力不让自己倒下，点了点头，可以。就在柜姐核算时，一道嚣张的声音忽然响起：“谁说可以的？我不允许！”我一回头，见到了傅野和沈瑶。不得不承认，他俩门当户对，郎才女貌，的确是一对璧人。沈瑶一把夺过柜姐手里装现金的箱子：“你就是死缠烂打我未婚夫1年的骆景晨吧？听说你昨天刚出戒统所就去见傅野了，要点脸好吗？”我看了一眼旁边的傅野，他冷着脸没说话。我冷漠地看向沈瑶：“这是我的东西，拿来。”由于身体出了问题，我的声音听起来虚弱无力，脸色也很苍白。沈瑶完全不在乎我的威胁。我沈瑶活了25年，从来没人敢命令我。换以前，我可能不会跟你斤斤计较。可现在，骆景晨，你声名狼藉，只是一条可以随意被踩死的野狗。即使骆家现在确实今非昔比，人人喊打，但我骨子里那股倔强劲儿还在。我神色双冷，一字一字强调：“我再说一遍，拿来。”沈瑶脸色一黑，抬手一个巴掌就要朝我扇来。适可而止，傅野一把擒住了沈瑶的手腕，几乎是以命令的口吻：“还给他！”我提着一箱子的现金离开，身后传来沈瑶歇斯底里的质问：“傅野，我们下周就要举办婚礼了，你怎么还护着他？”我将钱存进卡里，然后去了医院。医生拿着一堆检查单子，神色担忧：“很严重，肢体肌肉损伤、神经系统损伤、心肌损伤，必须住院。”我一个人办理了住院，看着周围的病人都有家属陪伴，我心里不免落寞。我无力地垂下眼眸，确实挺像一条没人要的野狗。曾经守护他度过至暗时刻的傅野，会是亲手将他推入深渊，泄露那些毁灭性私密照的真凶吗？住院当晚深夜12点，病房熄灯，我躺在病床上，心跳突然急速加快，一种溺水的窒息感笼罩而来。那些恶毒的骂声、鄙夷的眼神，以及日夜不停的电击，在这一刻全部卷土重来，将我淹没在漆黑的病房里。我捂着疼痛又慌乱的心脏，摸索着要开灯叫护士，却在黑暗中被一个人按住了手。骆景晨，你离开戒统所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见傅野，你就这么喜欢他？一个我想忘却忘不掉的声音响起，几乎是一刹那，心痛的感觉就加剧，恐惧感也蔓延至四肢百骸。我知道的，这声音是傅先生。傅先生，傅野同父异母的弟弟，我最纯恨的一个人。不用开灯，我就可以暴躁怒骂，关你屁事，滚！你 TM 别碰我！刺眼的灯光一瞬亮起，傅先生满脸阴沉地站在我面前，他紧紧掐着我的下巴，双目猩红。你就这么讨厌我？我紧盯着他，我不是讨厌你，我是恨你。傅先生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傅野3天之后就会跟女人结婚，你死心吧，你们永远不可能了。我奋力扭头，却没挣脱开，放开我！傅先生还是紧紧掐着我的下巴，丝毫没有要放开的意思。我们就这样互相死死瞪着，直到我忽然抑制不住的剧烈咳嗽，傅先生才肯松手。3天之后，我要你亲眼看着傅野成婚，让你彻底死心。傅先生撂下这句话就走了。原来这个神经病大半夜来找我，只是要逼我去参加傅野的婚礼。我恨得咬牙切齿，我发誓我要是现在还有力气，必定狠揍他一顿。傅先生几乎是连拖带拽的将我从医院带走。我站在富丽堂皇的婚礼现场，像过街老鼠。他怎么有脸来的？不会是想闹婚吧？他怎么还有勇气活下去的？出了那样丢人的事情，换我早跳楼了。真恶心，污染世界的脏东西。有没有人八卦一下，当年那些照片里的另一个人是谁啊？马赛克糊得死死的，完全看不到。这些话我早在5年前就听过无数遍，时至今日，我依然没有那个承受力。这种被无数双眼睛盯成透明的感觉太窒息了。我强忍着慌乱的呼吸，瞪向站在2楼阶梯处的傅先生。他摇了摇手里的黑色硬盘，上来，否则我现在就把这硬盘放出来。我自然知道硬盘里的东西是什么，我不敢想象当众放出来的后果。傅先生，你到底想要我怎样？放过我行吗？很简单，现在所有人都在这里，我要你当着他们的面，当着傅野的面吻我，说你喜欢我。我又惊又怒，完全没想到傅先生会提这样的要求。我红着眼咒骂他：你个疯子！傅先生目光发狠，强吻压下来。我是疯了，3年没有你，我早疯了。天，那2男的在干什么？不恶心。傅先生不愧是私生子，这么没教养。骆景晨还是那么浪荡。等等，他俩这角度好熟悉，照片里的另一个人不会是傅先生吧？我的呼吸被堵住，耳边炸裂出一片混乱的骂声，直到我快要喘不上气，傅先生才肯放开我。他又不知从哪边出一个话筒，高调宣布：各位听好了，当年那堆照片里的另一个人就是我傅先生，并且那些照片也是我拍下来的。骆景晨对此毫不知情，我才是那个应该被骂的畜生。至于骆景晨，他是受害者，他不该再承受这些污言秽语。以后有谁再敢骂他一个字，我会把那个人嘴撕烂。我傅先生说到做到。我一脸震惊，傅先生这个疯子，连这种事都能自爆。就在我沉浸在震惊中时，肩膀忽然传来一股推力。骆景晨，你个害人精，我的婚礼被你闹成笑话了。我毫无防备，被沈瑶从楼梯上推了下去。几乎是一瞬间，
傅先生看见我栽倒下去的身影，眼里一片惊恐，扑过来抱着我，齐齐滚下了楼梯。翻滚之中，心悸的感觉不断加剧，我急促喘气，晕了过去。迷糊闭眼时，我隐约看见了傅先生脑袋上的血迹。再次睁眼，是医院充满消毒水味道的房间。傅先生头上缠着纱布，坐在我床边。我只看了他一眼，就冷漠地移开视线，从我眼前消失。我不想看见你。傅先生垂着头，紧捏着拳，声音又重又哽咽：“原谅我好吗？我们重新来过。不可能，以后他们都会骂我，不会骂你了。所有的不好的东西都由我承担。你不要在这自我感动。”傅先生突然起身，揪住我的衣领，强迫我抬头看他，暴躁大吼：“难道你还念着傅野吗？你就这么喜欢他吗？”我瞪着他，关你屁事！傅先生眼里一片阴翳，声音很厉，告诉我，那1年里你们好到什么地步？关你屁事！我始终冷漠至极。傅先生像是彻底没了办法，又突然抱着我哭了起来：“求你了，骆景晨，再爱我一次。”爸，明明我才是你最先爱上的那个人啊！他泪水汹涌，很快就打湿了我的肩膀。我一阵恍惚，6年以前，我也经常这样抱着他哭。是，我承认，我最先喜欢的人是傅先生。至于喜欢他的原因，说好听点是一见钟情，说庸俗点是见色起意。第一次遇到傅先生是在一条小巷子里，他是傅家的私生子，是小三的儿子，真恶心，哈哈哈！听说他妈出去卖，现在得病要死了，哈哈哈！他天天出现在这，就是为了找傅野要钱救他妈，他亲爹都不想见他，哈哈！沈瑶姐姐说过他是个脏东西，绝对不能让他靠近傅野。巷子里不停地响着难听的骂声，还有混乱的拳打脚踢声。我将指尖的烟捻灭，喊了一声：“喂，打架啊，算我一个啊！”一惹是骆景晨那个混世魔王，快跑！他也是个脏东西，他喜欢男的，小点声吧你！敢骂他，你不想活了！我悠哉悠哉一步一步走近，就轻松把那群人吓跑了。傅先生从地上站起，顶着一身淤青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谢了，兄弟。”夕阳越过巷子的高墙打下来，傅先生的脸一半温煦明亮，一半清冷暗淡。我竟一时看晃了神，面部轮廓分明，眉眼深邃，睫毛却像蝴蝶会扑闪的翅膀，整个人有着脆弱易碎和坚毅隐忍的综合。MD， 这简直哪都长在我心趴上。我嘴角勾起一抹笑，我可没打算跟你当兄弟。傅先生以为我这话是讨厌他的意思，眼神立刻冷了下来。那就别多管闲事。第5次遇到傅先生是在另一个小巷子，傅先生一步步靠近我，把我逼到墙角，脸色很厉。我警告你，不要再跟着我。我背抵着冰凉的墙面，丝毫不慌，甚至嬉皮笑脸。怎么，看我不爽啊？不然呢？我饶有兴致地看着他。那你揍我试试。傅先生眯了眯眼，一拳砸在我旁边的墙壁上，眼神危险。再缠着我，我一定把你揍爽。我插着都吹了一声口哨，不以为意。第7次遇到傅先生是在他家里，屋子很破，没几件家具，一个女人躺在床上直咳嗽。傅先生端着一碗水，拿着一瓶药，坐到床边：“妈，吃药了。”女人一挥手将碗打翻，语气暴躁：“养你有什么用？让你去找你爹都找不到，你是存心想看我死吗？”傅先生眼神灰暗：“妈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在这世上只有你一个亲人了，只是我实在没有机会接近傅家的人，他们好多人，我打不过。”傅先生话还没说完，女人就猛地从床上坐起来，一巴掌扇在傅先生脸上：“你就是没用，我就不该生下你，当初生你，我费了半条命，为了养你，我又变成这副鬼样子。”傅先生苦涩一笑：“我也没说过我愿意来到这世上，那你就去死吧，我也去死，我们一起解脱。”女人突然跳下床，捡起地上的碎瓷片往自己手上搁。傅先生眼里瞬间惊恐，连忙从女人背后死死抱着她，不让她动弹。“妈，你冷静一点，不要这样。”女人像发了狂，眼睛瞪大，又是大哭又是大叫：“妈，吃药吧，吃了药就会好的。”傅先生抱着发狂的女人，未曾松手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傅先生也跟着女人一起哭了。时间过了许久，屋子里才安静了些。傅先生将一地狼藉收拾好，换了身干净的衣服，准备出门做兼职。在他踏出门口的那一刻，我一把拉过他，认真地看着他：“我想帮你，钱、医生，我都可以给你。”傅先生只觉得好笑：“你凭什么帮我？傅家少爷做慈善。”我毫不遮掩：“因为我喜欢你啊，喜欢一个人，哪忍心看他受苦。”傅先生表情复杂，目光在我的眼睛里打转。良久，他又自嘲似的一笑：“我什么都没有，你喜欢我什么？”我坦白：“脸和人。”当众认罪的陷害者真是当年偷拍恋人的人吗？第12次遇到傅先生是在一家餐厅，包间里摆了一桌子精致的山珍海味，傅先生却一直沉默。我能理解，毕竟这算我们第1次约会。我伸出手捏住他的下巴，直勾勾地看着他的眼睛。“那傅先生，我数3秒，3秒之后我会吻你，接吻之后我就当你答应我的追求了。当然，3秒结束之前你可以拒绝。”傅先生嘴角轻笑：“骆景晨，你信不信我之前是个直男？”他这话一说，我的心脏一揪，好像也是。之前我从未问过傅先生他的取向问题，一直都是我在单方面的死缠烂打。如果他是个直的，那我再怎么追也没用啊！我一拍桌子，怒地站起：“MD， 你早说啊！之前我都给你表白了，那时你该说清楚啊！”傅先生脸上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痞笑：“骆景晨，你还数不数那3秒了？数个屁！你都直男了，那就不数了。”傅先生主动又热烈地吻过来，我整个人猝不及防地懵了。短暂怔愣过后，我一手抓着傅先生后脑勺，报复性地回吻了过去。这小子刚刚说自己是直男是假的吧？我最讨厌被骗了。第15次遇到傅先生就是情人节，傅先生拿出一个银镯，说这是他亲手做的，从容料、缎打到刻图再到抛光，都是他重复无数遍做到最好的。银镯的扣槽在我手腕上合璧，咔的一声发出清脆响声。傅先生捧着我脸，眸光流转：“骆景晨，我在这世上在乎的人不多，
你是唯二之一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心猛地一颤。我忽然意识到傅先生是真的离不开我了。傅先生又将我抱进怀里，抱得很紧，仿佛带着死也不松手的决心，几乎是以命令的语气凑近我耳边：骆景晨，你听着，你永远不许离开我。我笑着应他：好。最恋爱脑那年，一个镯子就让我决定要对傅先生死心塌地一辈子。我当着父亲的面坦白：爸，我以后要去国外和傅先生领证。父亲一巴掌扇在我脸上：喝点中药吧你是我骆家唯一的儿子，我绝不允许。父亲寻遍全国老中医，一天灌我3碗中药，力求把我掰直，可都没用。傅先生简单一个笑就可以让几百碗中药功亏一篑。中药我喝了3年，傅先生我也喜欢了3年，直到某一天，我终于恨死了傅先生。那天傅先生的吻越来越深，可当我热情回应他时，耳边却响起了一阵快门声，相机一直咔嚓响，闪光灯一直噼里啪啦照在我脸上。我惊骇地想推开傅先生，却被他禁锢得越来越紧，直到傅先生的母亲突然大笑起来：谢谢你，我的好儿子，咱俩大功一件，我们终于可以进傅家了，哈哈哈。我不敢置信地看向傅先生，想听他一个解释，可他只是垂着头，默不作声。我猛然明白，我自以为是的爱情成了他做交易的筹码。我甚至不知道这场算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这3年来他是否有过真心。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自己见透了。MD， 这还是我初恋呢，真是可笑至极。代价来得很快，照片传遍了京市的豪门贵族圈子，骆家名誉扫地，品牌声誉受损，股票大跌，濒临破产。竞争对手傅家却势不可挡，蒸蒸日上，并突然官宣要迎回在外流落多年的2儿子。傅先生的母亲也离开了那个破旧的小屋，成为了豪门富太太，而我最后也罪有应得，成了人人看笑话的肮脏草芥。傅先生，从前的我将真心剖给你，可换来的却是你的背叛和利用。你凭什么认为我们还能回到过去？我将怀里的傅先生推开，红着眼质问他。傅先生又一次抱住我，咬牙道：就凭当初是你主动招惹我的，就凭你当初答应过我不会离开我。我语气冰冷：那是从前，从前的我有多喜欢你，现在我就有多恨你。傅先生抱着我的力度又大了几分，声音哽咽又颤抖：骆景晨，从前是我错了，我给你道歉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没了你，我会活不下去的，我在这世上只有你了。我语气不屑：你妈呢？她早就死了。她回到傅家那天太高兴，激动过度死了。我忍不住发笑，这比犯尽重举还悲哀可笑啊！所以你能不能重新和我在一起？我拒绝的斩钉截铁：不能。傅先生双眼泛起红血丝，像是气急了。为什么？骆景晨，难道你心里还想着傅野吗？你知不知道，就是他把你送进戒统所的，他那种人虚伪又自私，得不到就要毁掉。我不比他好吗？我冷哼道：果然啊，你们幸福的就没一个好东西，我倒了8辈子血霉才遇到你俩。傅先生眼神突然暗了下来，冷声质问：你当真不肯原谅我？我一脚踹向他膝盖：别 TM 废话这么多，赶紧滚吧你！傅先生一个侧身灵巧躲过，随即拍了拍我的脸蛋：那你最好先把病养好，不然我怕你身体遭不住。我没太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，遭不住，我要遭什么？傅先生这次走后就没再来找过我，和主治医生交流后，我才知道我住的是私人医院，一切费用全由傅先生承担。我一点不膈应，住得相当心安理得，最好能把他住破产。我在医院住了1个月，期间只有妹妹来过1次。骆景晨，别死外边，晦气！妹妹提着一大盒炖鸡，暴躁地往桌子上一放，偌大的病房里当即震出哐当一声响。妹妹气冲冲地往椅子上一坐，赶紧喝，别浪费我时间。我一边喝一边问：爸爸怎么样了？身体还好吗？放心吧，还没被你气死。我顿了顿，还是道了歉：对不起，是我害了你们。妹妹白了我一眼：等你出了院，亲自去给他说吧。1个月后，主治医生给我打了最后一针，恭喜，可以出院了。我还没来得及高兴，就两眼一黑晕了过去。等再次醒来，已经是一栋别墅。我几乎一眼就认了出来，这栋别墅是3年前我买来和傅先生住的那栋。3年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爱上一个人却也足够了。那3年里，我们几乎天天都在这里生活，腻歪的就像滚筒洗衣机里死死纠缠在一起的衣服。那时的我甚至已经将傅先生规划进了自己的未来，想着要和他去国外领证，可他却狠狠甩了我一巴掌，用事实告诉我，我不过是个一厢情愿的傻子。如今再站在这栋别墅里，我一时心情复杂，心脏像被堵住，闷得我眼眶有些发热。我站在客厅中心，环顾四周，惊奇地发现房间里的摆放竟然和3年前一模一样，只拉一半的窗帘，沙发角落缝里的游戏机，画室里的画框画布，甚至是冰箱里我爱吃的食材，位置角度全都丝毫不差，就像是有人在固执地复刻回忆。心脏像被狠狠揪住，痛得我无处发泄。我一脚踹向紧闭的大门， MD 傅先生又在搞什么幺蛾子？连踹好几脚，门外都没有响应。直到天黑，夜幕降临，门外忽然响起一阵刺耳的金属碰撞声，我心下一惊，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。我紧张地坐在房间里，门忽然被推开，傅先生手里拖着一条长长的铁链，一步步朝我走近。他面色冷漠，眸光阴鸷，像一头虎视眈眈的狼。骆景晨，你可以恨我，但不能离开我。我眉头一皱，怎么要把我像狗一样锁起来吗？傅先生，3年不见，你连尊重人都不会了。傅先生打开粗重的铁圈，直勾勾地盯着我的脖子。无所谓，我只想留你在身边。我简直要气得吐血，抄起一把椅子就要往傅先生身上砸去。神经病吧你，想整囚禁这死出？你有没有问过我的意见？不知是不是那一针的作用，椅子刚拎起来，我就有些站不稳，全身肌肉发酸，冲动之下脑袋也有些犯晕，身体摇摇欲坠地倒了下去。傅先生慌忙接住我，又毫不客气地把铁圈往我脖子上箍。我抓住他的手，瞪着他：傅先生，
你要真敢这样，我只会更恨你。傅先生看清了我眼里的决绝，手里的铁圈终究脱落了下去，埋下头抱着我的身体。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做才肯原谅我？我眯了眯眼，笑得危险。很简单，帮我整垮傅野他们父子就行。傅先生毫不犹豫地答应。好，我愿意成为你的共犯。多年前我就听说过傅家在走私，搜集证据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好，另外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给我5个亿。傅先生有些愕然，从傅家拿走5个亿，他们会察觉到不对劲吧？提前暴露了怎么办？我一手环上他脖子，昂起脸凑近他，没关系啊，你手里不是有傅家企业的股份吗？如何瞒天过海变现？我可以教你。行，那你多教教我。傅先生眸中情绪渐浓，声音也变得低哑，握着我的腰的手捏得紧了些。不过你敢凑这么近，是不是在故意引诱我？什么引诱不引诱的？我跟你说正经事呢。别动手行吗？